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今天的视频我们来聊5台世界最大的单缸摩托，它们分别为单缸 690cc 虎斯瓦纳701系列，说白了就是 KTM 发动机，为了方便放在一起聊。第2台单缸 600cc 跑车杜卡迪超人，第3台单缸2冲程 700cc 越野迈克700，第4台单缸 800cc 怪鸟铃木 DR800，第5台单缸2000cc NSU 野牛。以上5款摩托均为合法出售车辆，当然单缸摩托远不止这些，我只是挑了有特色的5款，比如还有铃木 DR650、传祺 KLR650、本田 XR650、皇家菲尔德子弹500、雅马哈 SR500、本田 XBR500、宝马 F650 等等，简直不要太多。说到单缸发动机，它的主要优点本应该是发动机尺寸小、重量轻，在车架占用空间少，发动机结构较为简单，维护简单，冷却系统较为多缸发动机也容易得多。更重要的，大多数造价便宜。不过也有部分高性能单缸发动机，它的低扭非常强大，而且油门响应非常灵敏。不过缺点也很明显，比如后期动力疲软，而且大多数单缸发动机不如双缸发动机耐用，而且发动机震动较大，产生的动力也不如双缸发动机。简单了解过后，聊下第1台虎斯瓦纳701。我们刚才聊过，它用的是 KTM 690发动机，此前 KTM 就用这台发动机做过街车版的杜克690，包括越野版的690。收购了虎斯瓦纳之后，又用这台发动机衍生出了虎斯瓦纳滑胎版的701、越野版的701、街车版的701，包括定制版的701。这是一台液冷 690cc 4冲程单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根据车型的不同在63匹到75匹之间，最大功率在7500转爆发49千瓦，最大扭矩在6000转爆发68牛米。根据车型不同，它所使用的机油也不同，有 10W50、10W60， 包括 15W50。不过电喷系统统一都使用了精兵的，悬架也统一都使用 WP 的，因为 WP 是 KTM 子公司。另外根据车型不同，它的装备总重量基本在157公斤到180公斤之间。至于极速，这台发动机可以达到220左右。第2台杜卡迪超人，它生产于1993年，停产于1997年。这是一台液冷 549cc 单缸4冲程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门，最大马力75匹，在9750转爆发55.9千瓦，在8000转爆发50.8牛米。它的极速是230公里每小时，装备总重量136公斤，用了4气门韦伯的燃油喷射6速变速箱，压缩比11.8比1。据说这台发动机是杜卡迪888切除一缸而来，切除了之后它是水平放置的，而且是用了一个虚拟连杆。这个连杆的主要作用类似于第2活塞，应该大概的意思是动平衡等于90度微型双缸发动机。另外它的缸径100，行程70。接下来大家听一下发动机声浪。第3台迈克700，了解之前请大家听一下发动机声浪。这是一台生产于2009年到2014年的车型，用的是一台液冷 684cc 单缸2冲程发动机，缸径100，行程87，最大马力有82匹，用的5速变速箱链条传动， WP 减震各模管车架，合金的钢丝辐条龙骨，装备总重量105公斤。昨天聊2冲 KX500，大家已经觉得2冲 500cc 已经很夸张，这个是2冲程 684cc， 而且这家公司基本全是2冲程车型，也算是世界上最早的2冲程摩托车制造商。第4台铃木大怪鸟 DR800， 这是一台生产于90年到97年的传祺车型，并且铃木在 DR 系列不仅有 DR800， 包括有 DR750， 包括 DR650， 包括更小的排量全是单缸发动机。这是一台风冷加油冷的 779cc 4冲程4气门单缸发动机，缸径105，行程90，压缩比9.5比1，最大马力52.5匹，在7000转爆发39千瓦，在5500转爆发58牛米，5速变速箱链条传动，整车净重185公斤，0-100加速5.6秒，最高时速170。接下来大家听一下发动机声浪。最后一台 NSU 野牛，这可不是一台改装摩托，这是正儿八经一家德国的汽车公司 NSU 出品的摩托。这家公司不仅造摩托也造汽车，不过在1969年被大众汽车收购。我看到这个硕大的气缸，那么粗的排气，我感觉坐这个车的人可能有病。另外说一个小插曲，世界上最大的单缸摩托并不是2000cc， 而是3000cc 单缸，而且是合法出售的。有没有兄弟知道是哪台车？至于这台摩托，实际上是一个叫弗朗兹的老头自己手工制作的。多年来一直有出售，但是无人购买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老头，这个老头是 NSU 创始人之一。可以说这台摩托虽然没有大规模售出，却有小规模生产。另外，它是一台单缸2000cc 双气门发动机，最大马力只有25匹，极速67，缸径180，行程140，脚踏启动。
说到脚踏启动，我就纳闷，这么大个发动机脚能蹬得动？另外，它的排气管直径7.5厘米，油箱容量15升，2速变速箱链条传动，用的单个化油器，风能散热，前后鼓刹弹簧减震。这车有骑行视频，包括声浪视频，但是太模糊，感兴趣大家自己找一下。视频最后总结一下，我觉得单缸摩托最大做到650刚刚好，而且最有效的用途，我觉得是经济型代步摩托或者越野以及拉力摩托使用，仅是个人观点，不代表所有。未来有时间，每种气缸都聊一遍。OK， 拜拜，再见。